再走到水泽观世音观音所以我讲这道呢，行景点稍微的不太一样哦。继续往下走，往下看哦。这个是伊的本殿，内底我恁介绍过。这天公路，所以讲这个向啊啦，向外口来哟，来哟，免要装订。有啦，无伊迄咱插落呢，伊无卖，因遮无，咱插落呢，因遮无卖。因遮直接插落，直接插落呢。哦，直接插落尔，赶快来哟！来哟！这不是空头油哈，这不是行吧？这个是水泽观音，拥有1500年的历史。寺庙里面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物建筑当中，最有看头的就是六角塔，是日本土地公信仰的代表性的建筑。寺庙门口有非常多的餐厅，提供了在这个地方最有名气的乌龙面，也把它叫做水泽乌龙面，是水泽寺的这个信仰有看到吗？门口的这些水泽观音，这些水泽观音呢，全部都披上了红色的围兜兜，我看到没哈？那水泽观音是天台宗的寺院，3号武德山日本呢，在天皇年间，西元500多年就开创一地到今嘛东西正面正尊的在一名千手观世音菩萨呢，是传教大师之作，也是俗称的水泽观世音菩萨，可以保佑七难即灭、七福即生。这里边内底呢，在指定的文化遗产的六角塔顶顶呢，这是今内底上界有名的所在。六角堂嘛被称为六道轮回，内底呢有甲一般人平管的身高可以悬找的六尊的土地公，是日本土地公信仰的代表性建筑今6尊的土地公代表六道轮回，分别是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地狱道，还有恶鬼道及畜生道。任何善男信女，拢会使行到上内底面来旋转今内底面的土地公。听讲你心内底诚心祈祷，向德饼挖3道，就可以说是心想事成了。那个塔楼顶安置着大日如来佛，这个就是水泽观音庙里面呢，拥有比较特别的一些神明啦，再加上说这里的古树苍天那这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泉水，这些泉水呢都是水泽观世音菩萨的灵泉那在这附近呢，有非常多的乌龙面店你若行出来外口呢，你就会发现，在这里，乌龙面也是这里的最大特色之一那我们现在继续看这一个水泽观世音这些日本真的不是很常看到的一个寺庙它里面供奉的观音，当然那地藏王地藏王来说呢，比较多人在日本看到，但是观音呢，在日本呢，当然呢，看到的几率呢，来的也没有来的那么高水泽观音是关东地区33个观音寺其中一个，今年大概有890万人来到这参拜它建立的时间呢，也就是在1500年左右。有没有看到6尊地藏王菩萨？最有名的就是这里的六角塔、六道轮回这个不是地藏王菩萨这个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土地公跟我们想象中的土地公一样吗？好像不太一样六角塔六角塔被称为六道轮回跟我们想象当中不一样了，对不对
来，内部有跟成人同等高的，就是什么人间界有没有？上面都有写，上面这几尊这几尊他可能介绍给你认识，有无？你看，你去写一道不是摄影师你写哦，是这个六角塔你写哦，我看到无？六角塔你写水泽观音有没有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算是第一次正式来这里面呢，拍的比较完整然后所以呢，整个感受就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包括这里面可以看到日本元禄年间1688年到西元700多年所制作出来的一些文物包含这个六道轮回六角塔，六角塔里面的六角堂里面呢安置的大日如来佛这个就是它最特别的。还有很多的泉水在日本很多的泉水，寺庙里面的泉水，其实呢就跟在教堂里面所看到的这个水是一样在教堂我们把这个祈福过、祷告过的水叫圣水那这个厉害咯但日本他们就把这些来的水不用再什么祷告他们直接在这里面流的泉水呢，就叫做呢长命百岁的水哎呦。真厉害这跟很多的那个护身符是一样的但这个新民桃景按那晒啥里了它就已经变成了护身符了。伊香保温泉这个充满浪漫艺术气息的伊香保，伊香保最有名的观光景点，这也是我以前最想来的地方。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地方？因为石段街是个浪漫的温泉古街，我对于古色古香的温泉街道呢特别喜欢，也特别有感觉。位于古街中央的阶梯都是由石头堆积而成的，然后一站一站跳起来呢，长差不多300公尺，总共有360个楼梯。石段街呢，行去石段街当中的时阵呢，有50段总共有360段走在这中间呢，虽然有点费体力但是烟雾弥漫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温泉区的感觉石段街两旁呢，各具特色的精品小吃，泡汤的游客穿着浴衣，沿着石
街闲逛，会形成一种传统而典型的日本印象哦。异乡堡日文的发音呢是以下爱奴语呢在这里面呢是热汤的意思啊。异乡堡的名称呢出现在日本的文学是非常以前的事情呢，代表这一个古老街道做古以前呢，日本的一定是西文传较名的所在啊。日本人明治时期，大家呢的有异乡堡这背景所演的这个小说啊、舞台剧啊，这个所在总共有400几档的历史哦。会使呢，杀到日本的战国时期。这里最简单，当时啊，有没有看到整条路啊？乍看有一点点的9个老街的感觉哦。在熊乍一景呢，看到一个很简单的这个泡汤的地方啊，替人治病啊。在日本以前呢，很多时候治病的时候啊，都是泡汤啊、浸汤啊。浸汤会使舒缓你的筋骨。也是到日本的战国时期的时阵呢，这段呢石段街才变成中心哦，慢慢啊繁荣了起来。到了日本战国时期后期啊，被称为日本首都的都市计划，形成了现在的温泉街。在这边呢，也可以看到左边、右边呢，到处呢林立的温泉街道。两旁边呢，当然有很多的这个卖欧米亚给的所在啊，那包括呢，虽然要爬360个阶梯哈，但是你袂无聊哈。沿路安尼看，沿路再看你有什么米亚贝贝哈，左右两边都有。在石段街昔日住家兼旅馆的建筑当中，称为大家或大屋。每家旅馆呢各具有一个生肖，这些生肖呢都会被刻在石板上面哦。那石板则是在当时旅馆的一些旧址啊。攀登石阶的路上可以看得到12生肖的石板呢，也是有典故的哦。话说呢，原本是14个，不是12家哈。这里原本有14家被赐予12生肖，每个人一个图案哦。但是因为有2家没有被赐予图案，当时就是在现场的分别是金氏跟这个小木氏、太夫氏哈，这几个没有被4到12生肖的石板哦，所以后来撤掉剩下总共就14家嘛，后来变成12个哦，因为2家没有被刺到。当进来的真的慢慢来看各位在看到这个石阶的中央处有一块玻璃汤口这就是小门口或小箭口。由这个小门口可以把温泉分配到左右旅馆的机关啊。这种小门口在石段街共有16处这可能大家不知道但日本啊，加在这个温泉日本有很多很多的温泉啊。其实它并不是说自家就凿井下去了挖温泉起来哦。在日本的温泉基本上呢，很多是一起采用共同挖取的他们从一个槽里面一起挖取出来，然后再经由地下管线分送到每一个温泉旅馆去哦。所以这跟咱台湾的温泉其实有一点点的不太一样咱台湾的温泉大概是家里对凿井嘛，看凿到什么样的深度就有这个热水出来但是在日本呢，很大部分的时候不是很大部分的时候呢，在日本的温泉区是属于共同的，然后再来用分配的这就是在日本不太一样的地方。当然了，在这边要慢慢走了走到最上面就可以看到龙之汤龙之汤就可以提供免费的煮汤刚刚好了刚刚好，因为背起来了那卡嘛酸都要浸汤刚刚好。那你也看到这个400几档的石头的楼梯你看到你也感觉讲哇，这石头楼梯哪会较新小工啦这个石头楼梯呢嘛是有经过精修的啦因为经过精修呢，才会使把石头楼梯呢做个较新点这嘛是无啥小共款的所在哇，那这其实异乡堡温泉的这一段台阶上一路走上来，有非常多可以介绍的，像异乡堡神社啦，我们现在就在异乡堡神社已经走到上面了还有往下看的异乡堡户外温泉还有现在包括看到的这个叫做河路桥
都是比较特别的地方哦。那在这还有一个这里的四季呢，水温呢不变哦。在这里有一个传说从前伊香保的温泉呢快要干枯的时候呢，这里有一个不动尊王把自己的手砍下来往吹上之斧扔了过去听说使得伊香保呢继续涌出了温泉。自此呢，在这边就有供奉着叫做独背不动尊，看守着伊香保涌出温泉400多年。那一点一滴这些四季水温不变，夏天时冷，冬天时温，是个不可思议的水源。所以无论按照看水伊香保温泉的流量从来不会间断，但是呢，水的流量比较少故又把它称名叫做一点一滴水一点一滴这个还真是白话有本那这些桃景的石段街的中段在河路桥，这个河路桥是伊香保温泉赏枫当中最佳的景点当然我们现在是春天你就没有看到枫叶了而伊香保自古以来也被火灾困扰着因为这个风势呢对下骹对顶管吹真的下骹对顶管吹的风呢就恐怖。这种强风一吹起来，其实呢，我的整个山头烧起来加上水的不足呢，一遇到大火，会整个烧灭了伊香保。往石段街的小路走进去，还可以看到当时遭受火灾的石头，经过重新的设计呢，伊香保已经不必再为了当时的火灾烦恼了。虽然伊香保没有水，但是有丰富的温泉你听也知道，不然怎么会有叫一点一滴水一旦发生火灾呢，他们通常呢，这个时候还管它什么泡汤的水，都是用温泉来灭火啦。那伊香保的温泉呢，随着直接流向各个旅馆，只要把温泉挡住，就可以把温泉导向防火的水槽，灭火水槽直接跟防水槽连接，就直接用了温泉灭火。你看看，这就是因厉害的所在。而且进来底嘛，真侪行消防车根本都无法度入去，为了使消防水管可以延伸到里面称有龙吐泉的灭水柱就是喷出温泉的啦，喷出温泉的。所以你想想看人家在做的时候，看消防做的多好吴七川，哇，这两旁边又是樱花。吴七川呢，这里横跨了几个桥这个旁边呢有一些奇岩巨石的景观最主要的呢，这个吴七河流呢，溪谷呢，享有关东野马溪之称在这两旁边呢，当然呢，你想想看在吴七溪谷上面呢，看着樱花，哇，秋天看什么？看红叶那这附近呢还可以看得到七福神的这个指标这个吴七川很棒两旁边呢就是在樱花时期最著名的赏樱步道。